中东迎来和解潮，美国是沉不住气了，拜登出动了2大智囊相继出访。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讯说。在中国的协调之下，中东地区的未来那是一片光明。除了美国的铁杆以色列之外，大部分国家之间都已经是放下了恩怨，准备重新建立新一轮的友好关系。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沙特和伊朗这一对曾经的死对头了。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沙特和叙利亚以及伊朗都达成了和解，甚至还在中东地区上演了一出情报对仗，将一些曾经的误会公之于众。那结果发现，很多他们认为是对方搞的破坏，那都是有第三者从中作梗的。那至于这个第三者是谁嘛？那相信伊朗和沙特呢心里都很清楚啊。前不久，沙特、约旦、叙利亚、埃及以及伊拉克等国外长在约旦的首都安曼举行了会谈，核心内容就是如何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叙利亚问题，并将解决叙利亚危机列入优先事项。这就说明了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希望能够早日解决矛盾，迎来一个和平稳定的未来。那当然了，以色列除外。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的态度十分重要。作为主要的阿拉伯国家之一，沙特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初期就被认为是叙反对派武装的主要支持者。因此，沙特和叙利亚关系破冰，对中东地区的和平那就尤为的重要了。在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和解之后，叙利亚你是搭上了中东和解潮的这列快车，这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沙特和伊朗的情报对仗，中东地区的和解潮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十分乐意见到的。但是，身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好像并不这么看的，因为中东地区越稳定，他们所能收获的利益也就越小，这最近美国呢是沉不住气了，拜登集团的2大核心人物接连表示要访问沙特。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以及国务卿布林肯就将接连对沙特进行访问。在外界看来，拜登出动2大智囊相继出访的这个举动，证明了当下中东所发生的事件已经是触及了美国的痛点。因此，沙利文和布林肯的这次沙特之行很有可能会带着破坏中沙2国关系的阴谋。那毕竟这次中东爆发和解潮的过程当中，中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能够重塑沙特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这波和解浪潮很有可能会随之在中东退去。那当然了，和美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那沙特那也不是那么好骗的。就拿他们和伊朗的情报对仗来说，其中有很多误会，美国恐怕都解释不清了。那再说了，曾经拜登亲自前往沙特都无济于事，无功而返，更何况是布林肯和沙利文。一句话，美国一手遮天的时代那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中东的未来是由中东国家自个儿说的算。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